啊。然后地藏菩萨呢，为什么我们娑婆世界，尤其我们中国佛教，我们的这些华人，那么对地藏菩萨呢，其实我们用怎么样的一个成语来形容呢？又爱没有恨，不敢恨他，又畏又怕他所以有些人家里呢，一讲地藏菩萨，板当知道吗？不可以讲。7月最后一天29日的3时，因为地藏菩萨的诞辰这一天呢什么都不能放到水不能倒在地面上，怕把地藏菩萨的这个袈裟弄湿了。平时不会，就那一天一洒，它就湿了。那地藏菩萨就是在地下因为它地藏也是长嘛，躲在地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象中那边呢是地狱的众生，对不对我们又一方面呢非常喜欢他、爱他、尊敬他，但是呢我们又害怕他，因为他的形象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很远了因为7月是我们最热闹的一月嘛7月出门就要念地藏菩萨，比较安全一点我们华人想太多，知道吗？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呢，包括了这种民间信仰的这个佛教的信仰呢，真的是多姿多彩，那很有人情味，知道吗？你感觉很亲切你那个时候那一天一定会想到不要乱泼水这样但是可能你们很多都还不知道，你听了就好了嘛，不要到那一天忽然间想到，就真的不敢泼水那是民间信仰的。那地藏菩萨呢，他发愿要度地狱的众生然后他也是在娑婆世界，然后呢他修行也是在娑婆世界，然后度了很多的众生，甚至发愿他要把地狱的众生都度到没有了，他才要成佛所以他这个大愿也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众生，尤其是我们人很需要的一种修行所以地藏菩萨呢，在我们汉传佛教里面呢，他也是很受欢迎的。你们很多同学都有念地藏经，而且经常遇到一些什么很难的事情，尤其我们特别喜欢讲业障很重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念地藏经消除业障。所以这个是娑婆三圣。那我们又最熟悉的另外的西方三圣呢，极乐世界的三圣我们看那边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哎呀，观世音菩萨又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他不是在我们娑婆世界，还到那边去还有大势至菩萨两个呢是阿弥陀佛最得力的助手。然后东方呢我们有夜光菩萨、日光菩萨、夜光菩萨。夜光菩萨我们知道他原来也是8月15生日的哇，我们华人真的是妙菩萨我们都给他生日然后都选这个时间很特殊8月15是我们的中秋节所以夜光菩萨应该是那一天生日日光菩萨呢，你们知道吗？我都不知道，佛菩萨的生日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庆祝我们没有唱祝你生日快乐，没有那你们可以放在心里面就好然后呢，还有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你们念华严经吗？不是知道有所谓的什么华严三圣，都有三圣的就是一佛二菩萨，或者是二罗汉那么
华严三圣是谁呢？佛陀这个佛陀他是哪一个佛？法身佛还是报身佛？卢舍那是报身佛，比卢遮那是法身佛。你们唱是遮那妙体的所以卢舍那跟比卢遮那都是遮那其实这两个梵音是一样的，但是到了汉传佛教的时候它被分开了，这个就是汉传佛教的特色经典翻译成汉文了以后呢，它梵文的意思往往就不见了就我们自己用这个汉文来解释然后不管是法身还是报身，一般上我们是讲报身因为报身佛他才是自受用跟他受用的报身，他受用的报身就是为菩萨说法的法身呢他是不说法的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三个三圣呢，其实他们有一种相互关联的如果我们从舍利佛跟目犍连来讲，舍利佛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华严三圣呢，文殊菩萨智慧大智慧，普贤菩萨大行动大行持，对不对跟这两个菩萨很相似的这两个罗汉很相似的。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呢，它这样的一种象征很重要。所以我们讲华严经讲普贤十大愿的时候呢，你必须要配合文殊的智慧，一个智慧一个行持，那么两个结合起来才是中间这尊佛的圆满境界所以我们在讲普贤十大愿的时候呢，实际上必须要是依文殊的智慧来讲，那么这个才是大圣华严的境界。我们平常讲十大愿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你们只是把这个十大愿这样念一下，会觉得十大愿呢就是我们的信愿行，我们特别强调的这个信愿行而已。那么这个信愿行呢，为什么在华严经里面呢会被放到最后然后呢才把它凸显出来？所以你们念华严经的时候呢，这边不是80卷最后还有一卷就是普贤行愿品的那一卷，所以那一卷你们也要念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行持呢看起来非常属于信愿，但是如果你只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呢，你觉得它没有什么特别。你们刚才念的时候呢，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忏悔业障，广修供养，忏悔业障，然后呢垂悉功德，请佛住世，请转法轮，然后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你说它深吗？好像不是很深好像我们都可以做到。所以呢，它的深就是必须要建立在文殊菩萨的智慧两方面的一种融合，那么它才是大圣华严的普贤，或者是大乘华严的十愿行。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这个所谓的十大愿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我们在宗教行持里面的信愿法门那这个信愿法门我们讲过了吗？
心愿门、智慧门跟慈悲门。如果这个心愿门只是心愿门，你们是偏重心愿门，甚至呢偏废了这个智慧门跟这个慈悲门的话，它就是一种信仰的这个行持而已。那么这样的一种信仰行持的话呢，在我们平常实践的时候，它并没有能够凸显它的这个力量。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佛法的整体的修行里面我们如果是把它都归纳出来或者是分这个层次的话，那么这个层次的分呢，以前的这些判教这个所谓的判教，就是把这个经典所有的内容做了适当的这个判设。因为呢，佛教在印度流传，到它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它已经在印度流传了数百年，好多百年了。然后当时印度的佛教已经有了很多的这个流变的过程，变化的过程。我们常常讲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我们叫根本佛教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根本佛教归纳在原始佛教里面也可以根本佛教。然后佛涅槃，如果我们没有分得那么明显的话，佛在世我们也称原始佛教。佛涅槃到所谓部派佛教的出现，部派佛教出现大概佛涅槃大概200年左右，就出现了不同的部派还没有出现这个部派的时候呢是佛法是一位就是大家呢还是遵守着佛陀的教学。佛一涅槃的时候呢，迦摄尊者他马上就召开一个结集，就是把这些弟子跟佛陀身边最亲近的弟子，然后召集他们，算是最优秀的。召集了以后呢，就把佛陀讲过的经典大家复习一遍当然重点有一部分是在论不是在律典戒律请这个优婆利尊者，然后把这个戒律呢，佛陀制定的这些戒律还有戒律的这些因缘呢都把它背诵，然后大家认同然后认同了以后，大家也要把它背诵下来。然后经典呢，就是阿难尊者。其实阿难尊者呢，他是佛成道20年左右呢，他才去亲近佛陀的。据说是佛陀成道的时候，阿难尊者出世，所以阿难尊者的名就是阿难，其实就是很吉祥的意思那个消息传到皇宫，阿难出世了。那阿难呢，就到20岁的时候，他出家。那么大家发现阿难是一个非常温和，然后很有耐心，这个年轻人非常的优秀，记忆力又非常好，觉得他最适合当佛陀的侍者。在这个之前，很多时候呢，佛陀身边的弟子应该都舍利弗目犍连还有其他的一些弟子照顾佛陀的生活起居。其实也不需要什么照顾，因为当时出家人很简单的一个钵出去托钵就可以了那有僧团的话，然后佛陀呢，他也是说法嘛，像《金刚经》我们一读，佛陀去托钵了，回来吃饱了，洗脚了，然后坐在那边说法了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过程来的
那所以一般上呢，当然大家都会非常尊敬这个老师，然后有一些生活中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有时候就会帮老师呢处理一下。后来呢他算是年纪也慢慢大了然后所以呢就让阿难呢随在他身边来照顾他。那么另外一个作用呢，是让阿难呢随着佛陀每一场佛陀说法的这个时候呢，他都在。那么就是要让阿难尊者呢把这一些法呢把它背记起来。所以那个时候这些弟子呢，他们已经有一种意识，就是要把佛陀的教法传下来，一定要有一些过程所以佛陀一涅槃呢，马上就召集，然后就接机。接机以后呢，不一定当时应该没有文字，因为在印度的文化里面呢，圣人的语言圣人的言论呢，通过语言来传达是更神圣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到说，文字的流传比这个语言它会我们说更坚固一点。因为语言有时候我们背又错一两句你们背错一两句，你错一两句你传给那个你的学生再凑一两句到最后呢，本来是10句的，每一代传就凑一两句，10代以后呢，就是另外一个版本出来了所以文字它已经定型了它是比较坚固的所以后来呢，我们的这个文字就出现了，开始用文字记载文字记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佛教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一味的就佛陀说的我们都遵守照着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嘛，这样的传。但是慢慢呢，大家发现到生活的空间比较广泛了，然后离佛陀的时代久远。我们知道文化它是会不断的变化的，像我们现在我们也知道说儒家、道家，甚至我们也想要说学习是那个孔子当时他的言论。中国文化里面呢，这种言论的传承很早就用文字了。那么这么早用文字，当时文字的书写方式又比较繁琐所以呢就必须要把这个文字呢简化，知道吗？一个字就要涵盖很多的意思。所以中国的文言或者是我们看到古文的话呢，一个句子可能只有5个字，我们可以写20-30个字来解释那个5个字所以我们有时候读诗的时候呢看那个注解看那个翻译解说我们才看得懂看那个诗或者是看那个古文不太懂就是因为它文字呢是非常精简的，当时的书写工具不方便嘛如果你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你看你们那字用印刷的噼啪噼啪就一本出来了以前没有这样的，最早期的时候大概是3-5千年都是用很繁琐的工具才能够。但是呢，我们如果找到这么原点，然后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完全把孔子当时的意思讲完呢？也不一定。何况在流传的过程中，他有一些后来的这些儒者他们会加，甚至有一些呢可能帝王也会加，因为他对他有利益的嘛比如说这句话孔子原本的意思是这个，可是到弟子体会的时候可能不完全一样，我们说加了一点水进去了然后这个帝王用到说这个句子呢喜欢因为这个句子对我有利，他就用他的解释所以现在有些人学习说我们要回到原点去，但是你回到原点的话
你能不能够回到孔子那个时代呢？孔子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我们用中国的历史呢，叫做春秋战国。春秋是因为孔子编写了一本历史，叫做春秋。那么那个时代呢，中国的这个所谓当时也没有所谓真正的所谓中国，中国是后来慢慢一直不断的流传的过程里面，到现代变成一个地理跟一个政治的这个名词变成这个国家的一个名词它有所谓地缘政治，也有所谓的历史跟地理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当时在那一带呢，中原那一带它一个中央类似中央政府开始这个中央政府呢还比较有力，管得到其他那些所谓的诸侯国，到后来管不住了，诸侯国自己本身呢斗来斗去，打来打去，又出现了春秋跟战国最后我们的秦始皇统一的时候才有一个大一统的观念。在这个之前呢，这些部落还有这些封建，那个时候真正叫做封建，秦始皇过后就没有封建了所以我们这个政治的用词我们要清楚一下然后我们能不能够回到孔子那个时代？不能